四代坦克怎么分？火力军最近刷视频的时候，看见各国的四代主战坦克计划百花齐放，既有先开创第四代主战坦克先河的俄罗斯 T-14阿玛塔，也有死对头美国的艾布拉姆斯 X， 欧洲更是有法德联合的 EMBT 和德国的 KF-51黑豹。但是火力军要说，这些坦克都称不上真正的第四代坦克。至于为什么，看到视频最后各位就能明白了。第四代坦克顾名思义，应该全面碾压上一代坦克，即以三代坦克守门员苏联 T-72主战坦克为代表的整个三代坦克系列。但是现在的四代坦克设计上却处处体现着一种精致的错误，设计师们要么是在坦克上堆砌了一堆新东西，导致可靠性不佳，要么就是使用旧有的坦克技术换个壳子，开始给国防部画饼，许诺在项目正式服役之后会应用更新的技术来生产真正的第四代主战坦克。所以到底什么是第四代主战坦克的标准？现有的四种所谓下一代主战坦克到底有什么缺点？是值得在这个视频中分为几个大方向来分析的要点。其实说到可靠性这个话题，各位已经可以知道，它就是专门为 T-14阿玛塔准备的，原因也并不难理解。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种号称第四代主战坦克的 T-14阿玛塔，还没有上战场就故障频发。在2015年的红场阅兵的彩排中，就有一台 T-14因为发动机故障而当场趴窝。虽然最后俄军出动了拖拉机将事故车辆脱离现场，并声称这是向观众展示受损装备的疏散，但是军事科学博士、地缘政治问题学院院长科斯蒂安廷·西夫科夫认为，红场上播音员所说的按计划停车以证明撤离受损装备的能力之说法，无非是企图隐瞒事件，并且在正式踏上红场之前， T-14主战坦克曾2次在莫斯科附近的阿拉比诺训练场扰乱阅兵式的彩排，故障均发生自行走机构。这种问题也不难理解，因为 T-14使用的发动机是被称为 A853A 或者是 12N360 的 X 型12缸涡轮增压柴油机。这款发动机虽然公布的有1500马力的额定功率，但是因为技术上的原因，可靠性并不好。毕竟 X 型发动机最大的优点就是能在更紧凑的空间内实现更大的马力，这样就能避免一票北约坦克那种大屁股动力舱。但是这样做不是没有代价的，更小的空间内实现更大的马力，首当其冲的2个问题就是动力包过于紧凑带来的散热性不佳，以及保养困难等问题。而且由于 12N1360 这台发动机是70年代的实验构型，所以实际运用上还尚欠缺变速箱匹配和可能存在的一系列材料问题，再加上俄罗斯糟糕的电子工业和光学技术，完全依赖相空阵雷达来引导的主动防御体系到底有多少准确度？阿玛塔的热成像和夜视装备到底有多可靠？或许只有当它被击毁的时候，我们才能知道。它的可靠性到底能不能超越它的 T-64、T-72、T-80 这些前辈们，还需要确切的论证，才能得出一个中肯的结果。在第四代坦克的设计中，各国设计师的方向大概可以分为2类，一类是老炮新弹，一类是直接上新炮。在除了 KF-51黑豹使用了莱茵金属自家的130毫米炮之外，其他的坦克都不约而同地使用旧有的坦克炮，或者是在旧炮的基础上再改改。比如 T-14阿玛塔使用的 2A821M 就是在俄罗斯自用的 2A46 125毫米坦克炮上改进来的，没有抽烟机的改进版本。EMBT 使用的则是一门法国人提供的火炮，由 GIAT 开发的 CN1202652，
这门炮是勒克莱尔主战坦克使用的120毫米 L52坦克炮的同款，尚不清楚进行了哪些改进。而艾布拉姆斯 X 则是使用了一门带有胡椒瓶制推器的 XM360轻量化120毫米炮。这门炮和现役的 M256 火炮并没有什么区别，最大的特点是它采用了复合材料设计，大大减轻了火炮的重量。这门炮原本是通用动力，也就是艾布拉姆斯 X 的生产商为美国未来作战系统 FCS 所提出的一个方案。它的特点在于可以在更轻的载具上来获得和美军现役主战坦克一样的反装甲能力，但是因为它实际仍然使用 M829 系列弹药，所以在此处我们将其当作旧款 M256 炮来看待。不难发现，多数第4代主战坦克都使用了旧款或者是旧技术坦克炮来进行设计。除了处于技术验证车阶段的4代坦克需要公司本身的资金开发，使用旧式火炮可以节省开发资金，也可以提前开发进度的特点之外，在这里面还有一些隐情，火力军不得不给大家说一说。比较特殊的就是在这些第4代主战坦克中，大部分都是照着炮来设计的车。KF-51自不必说，与其说它是台4代主战坦克，还不如说它是莱茵金属130毫米火炮装甲履带运载车。它的诞生本来就是为了莱茵金属的130毫米坦克炮来服务的。而剩下坦克中 GIAT 和克劳斯马菲魏格曼公司中，后者没有造炮的经验，因为克劳斯马菲魏格曼公司大名鼎鼎的豹2坦克使用的是莱茵金属120毫米滑膛炮，这样一来 EMBT 就不得不用 GIAT 的勒克莱尔同款火炮，最后就是艾布拉姆斯 X。 这台坦克本来就是通用动力地面系统的产物，所以使用自家的 XM360 也是情理之中。那么抛开这些军火公司心里那么一点点的小心思，让第4代坦克继续使用旧款火炮的真正原因到底是什么呢？这主要还要归结于材料学的落后。众所周知，坦克的装甲和穿透就像传统的矛盾相争，只要在材料学上有进步，那么在一个周期之内必然会出现防御力和攻击力同时提升的情况。所以在当下这个周期内，以北约为首的莱茵120炮和120×570毫米 NATO 标准穿甲弹的搭配，绝大部分足以应对现有的装甲威胁，包括但不限于诸如 T80、T90、T72B3M 等俄罗斯现役主战坦克。可能在某些距离、某些角度上，北约穿甲弹可能无法击穿这些坦克的装甲，但是这样的小概率可能性并不能被计算进总体的击穿率中，因为在现代的攻防对抗中，已经不可能出现类似2战时期75毫米炮谢尔曼拿虎王毫无办法的事情。所以对于现代这种大家基本上互穿概率50-50的情况下，对比起使用一种全新开发的新炮来提升工期和开发难度，那不如使用旧款或者现成火炮，然后预留改装火炮的空间，以此缩短开发周期，以便拿到下一代主战坦克的订单。看到这儿，可能很多观众都要问， KF-51为什么会使用一门新的130毫米滑膛炮呢？这是因为西方大国的大口径滑膛炮并不是什么新研制的火炮，而是旧有的技术，比如开发 EMBT 的 GIAT 也有140毫米滑膛炮的技术，而大洋彼岸的美国更是开发过 CATTB 这种使用140毫米 XM291 火炮，技术程度接近于完成状态的坦克。作为专门造炮的莱茵，能从裤裆里掏出来一门130毫米火炮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儿。毕竟这门炮早在2016年就已经接近于完成状态了。不过即使是130毫米滑膛炮，乃至 T14计划中装备的152毫米滑膛炮，都不能算上4代主战坦克的标配。这是因为坦克火炮的技术已经在悄然演变，现有的固体火药发射药已经落后于时代，最新的坦克火炮技术应当是电热化学炮。它通过在炮膛内生成一股强大的电脉冲，点燃炮膛内的燃料，让其瞬间变成超高温超高压的等离子体，
这股等离子体会前冲到炮弹的发射药，引发其爆轰效应，以不可思议的高速将炮弹推出炮口。那么它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以美军的 M256 滑膛炮举例，它的炮口初速约为1500米每秒，发射 M829A4 时穿身约为650毫米。如果它改用电热化学炮，那么它的炮口初速将达到2000到2500米每秒。在这个过程中， M829A4 的频铀穿杆会因为和空气摩擦而燃烧殆尽，所以电热化学炮只能使用加强过后的耐高温钨穿杆，它的理论穿身将会达到1000毫米。可以说，现役的任何一种主战坦克的装甲，在电热化学炮的面前，也就是一叠手指而已。而且更妙的是，电热化学炮并不会比现有火炮的尺寸和重量有太多出入。这样一来，就在第4代坦克上解决了宝贵的重量和设计成本，让设计师们可以增加更多的装甲或者电子设备。所以火力军认为，第4代主战坦克化学电热炮是一种最基础的装备，也是第4代主战坦克的入门门槛。在4代坦克的设计中，对于动力包的设计，除了 KF51 这种为了卖炮而生的验证车使用的是原生的换皮套壳豹 2A4 底盘之外，其他3家都有着可圈可点之处。尤其是美国的艾布拉姆斯 X， 它使用了增压柴油机加电机的混合动力系统，并且支持纯电驱动。如果它不存在可靠性问题，那么将会是所有的4代主战坦克中最具有战术价值的一套动力系统。因为静音带来的战术优势是不可估量的。想象一下，一台坦克可以近乎零噪音进入射击阵地，那么想要用声音发现它，这个声音大概率是炮声，而被这种坦克瞄准的目标，穿甲弹会比炮声先到目标的耳朵里。不过，通用动力在宣传中说，这套混合动力系统的主要特点是节油，并且节油相较于美军现在的 AGT-1500 燃气轮机可以节油 50%， 这就有失偏颇了。先不提节油的价值在实战中到底有多少，又或者美军到底缺不缺油，这个说辞的问题在于，燃气轮机的油耗问题早就不是美军是否选择燃气轮机的关键。对于燃气轮机和增压柴油机的争论中，主要的焦点实际上是围绕于2个关键点。一个是燃气轮机的扭矩输出范围要比增压柴油机更大，这也就让燃气轮机坦克比起增压柴油机坦克的脱困能力更好。另外一个道理则很反直觉，那就是燃气轮机实际上比增压柴油机更可靠。因为燃气轮机输出的动力只有一个主要部件，那就是内部的转子，而增压柴油机则是有多少气缸就有多少活动部件，所以从整体可靠性上来讲，燃气轮机实际上是要优于增压柴油机的。并且燃气轮机还有一大反直觉的好处，就是虽然在近距离燃气轮机的啸叫很吵人，但是在远距离上，同功率的燃气轮机实际上要比同功率的增压柴油机更安静。比如说，功率相同的增压柴油机和燃气轮机，使用增压柴油机的坦克集群所发出的动静在约50到70公里外都能被听见，而使用燃气轮机时，这个噪音会锐减到声源半径15公里的源中。所以是否省油实际上并不是下一代坦克的重点。火力军猜测，之所以通用动力使用柴电混动，关键点在于技术成熟。柴电混动这种技术早已经在瑞典的 CV90 步战车上试验成功，而 CV90 作为一种履带式车辆，可以起到混动轮式装甲车技术和混动坦克动力包技术之间的桥梁的作用。在采用电动机之后，由于电动机所带来的狂暴扭矩将完全超越现有的燃气轮机或者增压柴油机，将带来更卓越的越野能力。而这一点已经在很多电动越野车上被实现了，所以下一代坦克使用混动动力组是完全可行的。但是在这之中还有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动力到底从哪里输出？
如果是电动作为主动力，柴油机只是辅助的话，那么电动机后面的那个辅助动力，不管是燃气轮机还是柴油机，其实特性没有什么区别。这种就比较类似于二战时期保时捷虎式的混动方案。而如果电动机作为辅助动力，主动力依然是化学燃料发动机的话，那么到底是继续使用燃气轮机，还是重新开发靠谱的增压柴油机，对于大部分设计来说，还是一项需要扯皮的设计细节。但是毫无疑问，混动技术一定是下一代坦克和装甲车辆的设计关键，因为它能带来地面战斗平台无与伦比的机动性提升。而它最后到底能发展成什么样，就要看设计师们的脑洞到底有多大了。如果说在防护这一环有哪台坦克能够胜出，那毫无疑问就是俄罗斯的 T-14阿玛塔。它通过在复合装甲上嵌入爆炸式反应装甲的设计，将整车的抗穿能力提升到了几乎是叹息之强的水准。更不用说其配备的阿富汗式主动防御系统的拦截速度上限在1700米每秒。如果可以正确的发挥作用，那么它甚至可以拦截在一定速度上来袭的穿甲弹，使用拦截弹将来袭穿甲弹的穿杆打成两截，而这也是未来坦克所必须要具备的能力。当我们将目光转回西方的4代坦克工程样机时，其设计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为了技术上的稳定性，这些坦克无一例外地采用了低速 APS 加复合装甲设计。首先，以战利品为首的低速 APS， 其主要针对目标是低速来袭的导弹和火箭弹。对于高速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来说，这些装置无一例外都是摆设，其泛用性极差，根本无法在高烈度的装甲对抗中保护坦克不受伤害。其次，为了样车能尽快问世，3台西方的第4代主战坦克样车都是在现役主战坦克上改个壳子。比如 KF-51黑豹，说白了就是一台换了炮塔和壳子的豹 2A4， 其防御力和基础版本的 C 装甲豹 2A4 并无二致。这种装甲在面对现在穿身普遍为650毫米的新一代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时，基本等同于一块豆腐，会被无死角乱穿，甚至可能被一些破身可达1000毫米的串联破甲弹从车体正面击穿。而其他两个也好不到哪儿去。EMBT 虽然外形很炫酷，但本质上是一个没有外置装甲舱的勒克莱尔，这样才能达到如此小体积的炮塔轮廓。但是这样一来， EMBT 就舍弃了勒克莱尔最引以为傲的 AZUR 附加装甲套件的保护，炮塔防护性能被大大削弱。除此之外，它的正面防护性能也算不上优秀。按照勒克莱尔原版的防护性能，车体正面抗穿等效也差不多在600毫米左右。虽然是目前世界主流水平，但是远不及 T-14的孔雀式爆反加主装甲双层防护下，号称约800到1200毫米抗穿的性能。如果说 EMBT 后期大概还能使用类似于 AZUR 套件的性质来增加外置复合装甲，以提升整体防护性能。如果说 KF-51黑豹还能使用豹 2A7 的车体在改进版地形装甲上提升防御力，那艾布拉姆斯 X 恐怕是全部4代坦克中防护性能最差的那个了。原因很简单，虽然艾布拉姆斯进行过多次升级，但是归根结底它的防御性能已经走到了尽头，无法再提升一丝一毫了。这种窘境主要是因为其手下营弹设计，装甲后面就是驾驶员的腿，驾驶员的脑袋后面就是炮塔吊篮，这就让艾布拉姆斯的装甲升级几乎不可能。总不能为了给装甲腾出空间而把驾驶员的腿给锯了吧？而艾布拉姆斯 X 更是使用了类似于 T-14的集中防护布局，3名成员都在车体前部，那么到底还有多少空间能用来升级车体装甲？火力军就不太好评价了。恐怕以艾布拉姆斯 X 的构型，想要升级防御力，也就只有高达尼姆合金才能做得到了吧。在态势感知方面，似乎4代坦克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装甲穿透技术，也就是像 F-35的分布式孔径系统 DAS 一样。
通过遍布车外的摄像头，再加上一顶可以成像的头盔，就可以看透装甲，并且和车辆共享夜视和热成像能力。但是火力军认为这种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并且在陆地上并不如在天上好用。因为战斗机在空战中大部分情况下都处于超视距战斗的形态，此时飞行员更多的依赖飞机传感器提供的数据来和敌人战斗。在飞机进入超音速飞行时代后，在狗斗中，飞行员也只需要通过视觉来盯住敌人的位置，而不用其他手段来感知敌人，就可以进行正常的空战。但是在陆战中不一样，在二战中，德军出现了一批战绩非常优秀的坦克指挥官，而这些指挥官都有一种共性，那就是在战斗中时时刻刻探头指挥。探头指挥不仅可以获得更开阔的视野，还可以通过嗅闻敌军坦克的燃油、尾气和机油味道，或者听敌军坦克的噪音来定位敌人坦克的位置，从而对他们发动意想不到的攻击。在这里，火力军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和敌人坦克只有1墙之隔，通过坦克的穿透装甲技术，不管你使用白光视频还是热成像，都无法穿过一堵墙来感知只有1墙之隔的敌人坦克。可如果你作为车长探头指挥，很轻易的就能听见1墙之隔的敌人坦克活动的声音，从而指挥自己的坦克隔山打牛。更何况地面战斗并不像空中战斗一样干净，地面战斗是一种非常脏的战斗，炮弹的破片、步枪的子弹、手榴弹的弹片，甚至是碎尸瓦砾，都有可能在关键时刻戳瞎坦克上装甲穿透技术的摄像头。那这个时候，它的可靠性就不如传统的坦克指挥官探头指挥。毕竟，类似于艾布拉姆斯 X 或者 T-14那种3人并排布局，车长想探头指挥也做不到。所以火力军觉得在第4代坦克中，炮塔内有人，并且车长依然可以探头指挥的能力还是相当重要的。在装甲穿透技术之外，4代坦克中另外一个重点是无人机的应用。比如 KF-51， 虽然它因为130毫米炮和自动装弹机可以排除掉装填手，但是它依然是4人成员组编制，多出来的装填手就是无人机操作员。乍一看，这种方式非常新颖，让坦克具有了独立自主侦察的能力。但是火力军觉得这样的方式纯属脱裤子放屁。在坦克设计中，给车内成员的位置并不多，其基本遵循着一条原则，需要几个人就设计几个人的位置。比如在二战时期，电台操作复杂繁琐，那么机电员对于对外联络来说就是必须的。所以二战时期车组一般都是5人，为了让多出来的机电员不至于没事做，所以又在车体前部给他加了一挺航向机枪，让他也可以帮助战斗。在二战后，电台操作简单了，于是各国的第1代主战坦克基本都是车长、炮手、驾驶员、装填手4人车组设计，机电员这个岗位也就从坦克车组中永远消失了。所以坦克的设计毫无疑问应该遵循一个最低运行原则。而在 KF-51 上，这种额外的无人机操作员完全是可以舍弃的。为什么坦克员非得有驾驭无人机的能力呢？可能有很多人说这可以让坦克看得更远，似乎这样的言论有些道理，并且 KF-51 还可以选装 Hero 120巡飞弹，这样一来 KF-51 这台坦克就可以看到哪儿打到哪儿，态势感知能力获得了全面的加强。但是火力军要说，这样的思路是不对的，坦克不应该包打天下。在一支足够现代化的军队中，从侦察到打击往往是多个单位协同进行的。坦克最主要的武器是坦克炮，它发射动能射弹，有效射程最远也不过5公里，那么它能看见5公里外目标的能力就十分鸡肋。所以正确的方式应该是将无人机交还给侦察单位，哪怕是坦克连下属的一个无人机侦察班，也比坦克自带无人机来好得多。那听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都要问了，那 KF-51 的巡飞弹呢，也是鸡肋吗？没错， KF-51 的巡飞弹也是鸡肋。这是因为 KF-51 如果需要携带飞弹，就会挤占自身一部分的尾舱，削弱弹药携带能力。对于一台几千万的坦克来说，
用可能在战场上决定生死的弹药来换取几发巡飞弹，是丢了西瓜捡芝麻的行为。巡飞弹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完全不挑载具，比起几千万的第4代坦克，价值几万的越野车或者装甲越野车是更好更划算的选择。比如俄罗斯的虎式装甲车的反坦克版本，想要将其改装成巡飞弹发射载具，成本是非常低的，几万美元和几千万美元，孰轻孰重，各位想必都能算得清吧。在当下的构型中， KF-51 的130毫米滑膛炮，根据莱茵金属的介绍，它的供弹由2个10发的旋转鼓式弹匣构成，除此之外，车体还能携带额外的10发炮弹。对于一台坦克来说，30发炮弹也就只够打完一场战斗的。即使130毫米 APF-SDS 真的能一击必杀敌人坦克，北约坦克兵手册也要求坦克炮手们持续射击一个敌人目标，直到它起火或者爆炸为止，才能算击毁。而尾舱的20发炮弹，根据勒克莱尔或者90式的尾舱装弹机的装弹速度来说，当 KF-51 以6秒1发的速度装填，算上锁敌和调炮的时间， KF-51 最多能以6秒1发的射速达5分钟，然后车组成员就不得不停下来抽调车体里的10发弹药补充装弹机。毫无疑问，这种行为和设计是极其荒谬的。如果摘掉了额外的无人机操作员和巡飞弹的位置，那么 KF-51 的尾舱至少可以装填30发左右的130毫米炮弹，并且在装填手的位置直立存放额外的几发炮弹，这样全车的备弹量就会来到40几发，达到美军现役的 M1A2 及其后续型号的全备弹水准，足以支持 KF-51 进行2-3场中高强度的战斗。所以根据以上的论述，火力军为各位总结出了火力军心目中第4代主战坦克的一些特点。首先，火炮应当为电热化学炮，而非一味的追求大口径，在炮塔内塞进130毫米、140毫米，甚至是152毫米的火炮，这样不仅会造成射击困难，还会减少备弹。所以120、125毫米电热化学炮配合新弹药，应当是4代坦克的入门标准。而对于远距离打击方面，增加外置的巡飞弹就和朝鲜天马系列坦克外置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一样愚蠢。但是由于电热化学炮的特性，炮射导弹依然可以正常使用，这也可以作为坦克攻击5000米到10千米左右目标的一个手段。在动力方面，电力混动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为它既可以在战斗中为坦克车组获取不对等的声音优势，也可以让坦克的越野能力再上一层楼。只不过电力混合动力包到底怎么设计，是混合柴油机还是燃气轮机，怎样保证发电量，这些都还是需要设计师们持续争论的事情。但毫无疑问的是，电力混动的前途不可估量。在防御方面，无人炮塔不一定是4代坦克的要素，因为有人炮塔可以让车长探头指挥，尽管这样更危险，但是车长也可以从听觉和嗅觉获得更多的敌人信息，而这种信息是穿透装甲技术的纯视觉展现所体现不出来的。所以为了保护成员安全，可以拦截更高速度来袭坦克的主动防御系统是必须的，诸如重型铁拳和阿富汗石这类可以拦截动能穿甲弹药的主动防御系统。目前的拦截范围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在第4代坦克交战环境下，敌人也会使用电热化学炮，而这种火炮的炮口初速动辄2000米每秒，远超现在重型 APS 普遍的1500米每秒的动能弹防御门槛。所以重型 APS 必须将拦截窗口提升到可以拦截2000到2500米每秒，才有可能面对未来的装甲威胁。如果 APS 拦不住的话，4代坦克的装甲就要发挥作用了。西方坦克应当在更先进的复合装甲的基础上，更多的拥抱爆炸式反应装甲，例如利刃、双刃、孔雀石这类可以切割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穿杆的重型爆反，
将会极大提高坦克的防御能力，并且和以前的 T72BV 或者 T80BV 这种垒巧克力块的爆反安装方式不同的是，第4代主战坦克的爆反应当是模块化嵌在主装甲表面，以获取更平滑的外观，从而规避新一代毫米波空地导弹或者地面雷达的探测。火力军认为，只有达到了上述目标，才是一台真正的完整的第4代主战坦克。各位观众，你们对于第4代主战坦克又有什么不同的标准呢？评论区发出来，和大家交流一下吧。我们下期视频见。